欢迎去看关键时刻，施总，你今天特别告诉我们的这一张表非常的重要，这个是中国广义货币，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里面有它的 M2 的余额里面，刚刚讲在1956年的时候，它是175亿。到了2013年的时候，它突然暴增哦，第一次整个中国它的 M2 余额冲破了100兆，到了2000年，过了7年之后变成200兆，到了2024年3月的时候变成300兆，对，也就是我有300兆的资金的金额在这个市场上流通。可是怪的是，2020年到2024年。是它经济往下滑的时候，对，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进行通缩，这个时候刚刚讲的，它很多东西是卖不出去，它的消费能力是下滑的，不对啊，照讲我印了100兆，对，我有100兆的钱，我已经流通到在市面上，100兆钱我可以砸去。过去我们刚刚讲的2008年不是在这个温家宝执政的时候吗？我这个钱撒下去，整个中国的经济全部大涨，就没有想到。我在2020年到2024年，我已经把100兆的人民币100兆人民币等于500兆台币是一丢在市场上，就不但一点生意都没有，水面还下滑了。对，事实上很多人都说中国可能已经步入之前日本的这个后尘。为什么这样说呢？是我们跟大家讲，这个数字告诉我们 ，M2 就是他们的货币的这个余额，这是广义的货币余额。但是这告诉我们什么？宝姐，你看从2020年到2024年这4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印了100兆人民币，100兆人民币呢，大概约莫折合新台币是445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因为经济不好，我希望说，大家没钱的时候，我就多印钞票，印钞票在市场上面去。简单来讲，就有点像是美国是用 QE， 你可以把它讲这是中国版的 QE 政策。QE 政策照理说下去之后，中国经济要怎样强劲起来嘛？就没想到没有强劲起来，没有，对，没有强，反而是这不是他的强心针吗？对，这不是他的北后藤吗？对，怎么我连强心针、北后藤都打去以后？对。每丁每刀，照理说这么严，这么什么大撒币下去之后，照理说中国经济应该起来，但是为什么没有起来呢？好像是丢到无底洞一样的这个状况。因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现在钱出来之后呢，宝姐去了几个地方。第一个，民众呢，我没钱消费，我现在这个房地产我要这个去攻房地产，所以叫攻房地产。好，另外一个厂商觉得说，我投资好像没有用啊，我不想投资。那一般民众说，那我就把钱放在这个放在这个银行里面去好了。那政府来拿出来补贴，但是补贴越赔越多，所以就变成说这个都完全是没有用，它完全没有乘数效应，对经济没有任何的这个效用。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看到中国股市也在跌啦，或者说整个市场、整个民间的消费都非常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钱砸下去了没有用。那这其实日本之前要步入所谓的失落30年之前，也是出现这样的局面，再怎么砸钱都没用。难怪连胡锡进这样，如果时光能倒流，他不会投资 A 股了。对，为什么？因为他最近有出来讲，他不是胡雕盘吗？最会雕那个盘都雕错了。对，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中国这次印钞票是印得多猛啊，宝杰，你知道吗？事实上我们就讲这4年的时间里面，他印了100兆，100兆是什么意思呢？100兆其实呢是。这个几乎是这个欧洲，它目前为止中国的 M2 总量是欧洲跟日本的总和，欧洲跟美国的总和。它印的钞票，我们都说美国，所以它印的比美国还多。我们都说它的美国来印钞票，事实上它印的钞票不会比美国要少，它是欧洲跟美国的总和。你说那钱呢？钱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钱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就这个印出来的钱呢，要么就在银行体系，要么就是在投资里面，但是问题是都没办法回收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出现你看。这个目前为止来说，胡雕盘胡锡进就说他最近接受直播访问，因为人家就说，你之前不是有出来投资股票吗？对啊。他说原本以为是自己这个低点进场，不料呢人被割韭菜。然后他说时光如果能够倒流的话，我绝对不会投资 A 股。然后大家就说，那你秀你的这个对账单嘛？他就秀哦，他说我现在没有跑，我没有跑哦，而且我还是满仓哦。好，然后他秀出来就是说，这个胡锡进的持股大概市值是51.5万人民币，目前约莫亏了7.8万，大概亏到1/5左右的一个数字。所以胡雕盘他说，没想到我连股市都会被割韭菜，原本以为是低点，还是照样被割韭菜啊。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制度有那么差吗？好，宝姐，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如果照理说，你看，因为你印出来之后要到哪里去？一般的这个公司就说，那我拿到政府的钱，我就投资嘛。那投资下去，如果有赚钱就没事。那为什么那个钱会不见了？因为你亏掉了，就不见了，亏掉就不见。好，所以我们就跟他讲。A 股它刚好公布这个财报，他看它第一季的营收大部分都是下滑，这个还有好几千家亏损。你看第一季 A 股营收
业绩下滑高达2514家，占了约莫是46%。另外，大部分都亏损，亏损大概占了1294家，占比是24%。1/4亏损，4分之一亏损什么意思？我干脆不要做生意好了，我投资进来还亏，所以业绩下滑高达46%，我亏损高达24%。对，那什么意思？我要投资，但是我还是持续在亏损，我持续在打水漂。这个当然就是为什么钱会不见，就是我印出来的钱，然后让你去投资，但是投资之后，我要亏掉，就这样一直这样循环的这个状况。所以跟台湾刚好相反，台湾今天也公布，台湾主要的上市上柜公司，对，今年其实是大赚钱的。对，好，我们讲一家公司就好了，我们讲中兴它刚好这个最近不是公布财报吗？公布财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第一季你看年营收成长了17%左右，但是呢，19.7%，但是我们获利暴跌70%，所以你要看出来没有？我营收增加，但是获利减少，这就是在做一个慢慢的要做白工，你知道吗？流血输出，中国只有中兴一家赚钱，其他大家都亏钱，所以就是变成什么？你看为什么宝洁刚才不是问我说钱砸到哪里去？我投资晶圆厂，投资那么多，结果都是亏钱。那亏钱怎么办？我还要再继续拿钱来补啊。所以就是为什么一直这样循环嘛，补破哇。对，那台湾刚好相反。你看，譬如说它的这个毛利率是17%，扣一扣这个拉杂的话，其实呢，它目前为止来说大概是赚一点点，但是它预估说，接下来本来是13.7%，它未来还要跌到9到11%，未来可能再继续跌，就变成亏损了嘛。亏损就是钱会不见，钱不见，你印钞票，一直印钞票，一直印。宝姐，我跟你讲，只有这个中兴这样子，没有中国电动车都是这样。就是我盖厂都是赔钱，对，盖厂。你看雷军说什么啊？我这个车一台就赔1万人民币，我越卖越多，赔越多。但是他就是这样赔，从哪里钱从哪里来？就是从这印的钞票里面这样滚嘛。你说拿钱出来之后呢，结果没想你盖了投资之后再把它赔掉，盖投资已经要花钱了，赔之后还是要再花钱，一直这样花，就没有回本。所以这4年100兆人民币就这样没了。那你没有回本怎么办？再印就变成这样一个循环嘛，对不对？那台湾是刚好不一样。你看我们台积电，我们毛利率54%，它投资2000亿进去，3000亿进去，没关系，我可以赚个2000亿，可以赚个50%出来，我这样就可以 run， 我自己就可以 run 下去。但问题是中国没办法 run 下去啊，没办法 run 的话，它就当然就出现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会出现的。而且更可怕的是外资真的跑光光了。对，没错。好，我们就讲嘛，事实上中国在印钞票的时候，如果外资在，我可以给你技术来说，或许你营运不会那么差。但是问题是啥？现在外资很多都跑掉高毛利的跑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有这个钱可以撑得住。尤其是很多矽谷的公司或是很多这个外资就直接跑掉。你看今年的这个外资的去年外资直接的投资是净流出为25年来的首见，也就是说中国的钱外资在过去投资，他可能把赚的钱或是存在那边钱往外移动。所以呢，为什么人民币前一阵会贬值？你看他印了很多钞票，照理说经济会起来，那为什么人民币贬值呢？因为很多人钱跑了，钱拿了之后就把它往外跑，所以造成人民币贬值的一个状况。那贬值的状况之后，你知道，因为人民币一直贬的时候，结果那中国出现什么状况了吗？第一个，他现在把美国的这个国债，就他卖美债，很多美债吗？把它卖掉之后，他现在换黄金。也就是说，他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说，我这样一直这样做，有一天美国搞不好会制裁我，那怎么办？我就把这个美债换成这个黄金。尤其是宝姐，你知道今天的时候，这个所谓普丁不是去访问中国吗？去访问中国说，结果你知道他们还签了一个协定，就说，我们未来呢，我们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呢，就要用这个本国货币为主，然后同时间我们要加强中国跟俄罗斯呢在银行业跟保险业的这个往来。宝姐，那他还故意这样讲，为什么我说是故意呢？第一个。之前呢，布林肯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就跟他说：“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银行呢，你好像有帮俄罗斯在做一些所谓美元交易的部分，就他们现在两个又绑在一起。所以接下来，似乎是为什么他们会买黄金呢？似乎他意识到，接下来美国可能会对中国的银行体系会制出一个制裁的动作。因为之前布林肯已经到了中国去警告中国说，现在俄罗斯在乌俄战场上面很多的机台、很多的化学药品，甚至很多的化学纤维都是从中国去资助的。那现在如果你再继续资助的话，美国会给你严惩。美国这个严惩等于说会把你踢出 SWIFT， 也就是不可以用美金交易。这个话才刚讲完，他真的就真的卖美债了，然后真的买黄金了。
他已经在做准备。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把美债，因为如果假设我被你停止这个美金交易的时候，美债搞不好会打水漂，那我现在换成黄金就比较安全。所以事实上现在中美的斗争变成金融战争了。现在在中美之间有非常多面向的这个斗争，中国一直不断的印钞票，印钞票，他想要巩固自己的实力。那现在把这个很多美债也换成是黄金，所以你知道现在大国博弈之间呢，还是持续在进行之中。对，按照他们自己的工业生产这个数字哦，对，全部也都往下滑。没错，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对中国压力比较大是它，你看它的零售总额是在往下降，就是中国整体的消费力道是没有起来。消费量没有起来的时候，就等于民间消费力持续不振，持续不振之后，所以我们看到几个景象。第一个，中国有一个 IKEA， 对不对 ？IKEA 的话，台湾也有 IKEA， 他们就要卖起什么？这个所谓他卖起，他们现在变成是他们的穷鬼食堂。穷鬼食堂，因为他们在 IKEA 在礼拜五的时候会推出所谓1块的这个冰淇淋，还有米饭，然后蛋糕套餐只要9.9块，所以这都非常便宜。也就是说，它周五是半价，然后10颗的这个肉丸的话，直接降到9.9块，所以他们变成是说什么？礼拜五的时候，你看大家都会到 IKEA 去吃。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是高端消费，对，但是现在慢慢的就说，没办法，我们就只好便宜是王道，就去吃这个所谓 IKEA 的餐厅。另外还有什么？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很多在海外的留学生，在海外留学生的时候，他们都是常常在海外都花钱，就是大手大脚的。可是问题是，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是什么？宝杰，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在小红书，小红书是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这个社交媒体，他们有 hashtag， 就是类似是这个一个标题，就是留学断供。什么叫留学断供？我去过国外留学，就没想到现在留学的时候，以前都大手大脚的花，就现在老爸老妈已经没办法支持我了，我现在我要在海外我要打工啊，所以变成是这样的状况。就没想到有很多人在浏览，而且很多人说我也是这样。所以显见呢，过去中国可能给世界的感觉是，我钱很多，或者说我在消费力道很强。现在在这个整个中国经济下滑之际，好像出现了一个缩手的这个状态。好，董事长，普丁现在到了中国去访问，两个人也出了这个所谓的联合公报。在联合公报就如果对比布林肯之前去中国的时候，他其实没在跟你客气的，他不断的指责说，而且把清单拿出来。现在在俄乌战场上面有哪些工具机，有哪些的材料，有哪些的物资是由中国提供的？因为中国源源不断提供这些军事建设的物资，让俄罗斯它的军事生产不跌反升，才可以继续的打这场仗。结果当时讲如果你再继续干的话，我要给你惩罚就可能我把你丢出 SWIFT， 让你不能用美元来结算。结果他马上做了一个动作，他最近开始卖美债了，开始把美债给卖掉，开始我就持有黄金，而且他今天跟普丁，也就是习近平跟普丁两个人摆明是两个人要结盟去对抗美国了。对，普丁这一次的访问中国来讲的话，等于习近平给了他非常大的面子，因为普丁现在能够去的国家不多嘛，对，那战争犯嘛，就是上次金砖四国，就是像去南非，他都不敢去嘛，所以我把整个那个他的去的那个镜头全部看了一遍敷红毯啊，然后那个仪仗队啊，对，非常棒，21响礼炮，整个哇，那个不得了。那因为这是普丁当选之后的第一个出国的国家，到中国大陆。然后第二个呢，这里面有个他们签了一个非常冗长的一个双方的一个联合声明啊，然后签了很多协议的。然后签了很多协议里面，当然普丁是要求一些比较实在的东西的。那我要讲的比较关键在哪里呢？他们有几个关键问题。普丁这一次去了，等于肯定了中国大陆的两岸政策，就是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然后又肯定了这个南海的政策。那这两个都肯定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就是要跟美国的利益冲突了。对。然后第三点来讲的话，他直接挑战美国的价值观跟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然后更离谱在哪里，你知道吧？他对俄乌战场的看法，他们的态度，一切的表现出来，就是说做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因为你对普丁那么样的这种那种热情的接待，然后用布林肯这种非常非常冰冷的冷落，理都不理你。这两个反差就做得非常清楚的强烈出来，让他觉得是说是这亲俄这个援美的这个态度嘛。然后在这个情况，这个讯号一出来之后呢，然后所有包括欧洲国家都开始非常紧张，因为你说习近平真的已经清楚选边站了。当然是啊，因为你欧洲国家所面临到的冲击远大于美国嘛，因为俄乌战场在哪里发生？在欧洲打嘛，美国距离战争还有一段距离的。
可是这个的讯号就告诉大家，他会继续支持这个俄罗斯，这个不会停的嘛？那不会停，那细节很多我们就不谈了啦。不谈的问题在哪里？我第一个，所以外国媒体有统一的一个论调，今天他这个动作做完之后，美国会怎么反应？他很清楚的就告诉你说，他要求什么，你知道吧？他要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秩序。还包括所谓的价值观等等一切。二次大战以后的国际秩序，这不是美国人主导的秩序对，苏联，哎，他就是当年的，所以有这个华沙公约组织，不是有五大这个五强嘛，对，世界五强了啊。那中国那是中华民国嘛，所以他们有很多他的主张里面最重要就是他是反对了这个美国在主导世界秩序。他认为这个世界秩序不应该由美国主导，那换言之讲，就直接跟美国呛虾嘛。那美国你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这个布林肯跟你讲那么清楚了以后，虽然他昨天前天这个拜登做了一个100%的这个关税的一个惩罚，对，可是你今天这个事情的处理啊，就是摆明了就是跟美国翻脸了嘛。那美国翻脸，他现在到11月份选举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呢。对，那你叫拜登怎么办？继续加码。所以后面会有大事发生。那这个东西，他还有提到一个更恶劣的哦。他说中俄要开始做很多的军事合作演习。那军事合作演习的对手是谁？谁？美国。是美国嘛，所以他跟美国要做军事冲突准备嘛，要军事斗争的准备，这是冲着美国来。那你说美国怎么办？美国先下手为强啊，所以我认为美国最近会有很多大动作。好，宇轩，对，就是如果中俄现在联手，那难道只有欧洲紧张吗？现在日本非常紧张，日本他们现在也是一样出了一本新书，讲现在最要关注的是中俄两边如果军事演习，在整个日本会不会被卷入其中？甚至现在有一个解密资料，就是2023年他们在哪里？他们在日本海上方，在日本的上方进行一个联合军演。后来他们才知道说，现在 Financial Times 就公布了里面的细节，他这个军演真正的标的竟然在台湾。另外就是川普以前不是那么在意台湾的，川普以前曾经讲过，在整个桌子里面，中国大陆是桌子，我们不过是那个原子笔的笔尖。可是川普现在看到了刚刚讲到的习近平跟普丁见面的时候，川普居然讲，习近平我很熟哦，普丁我也很熟哦，他们正在一起制定计划，聚在一起搞破坏。他们想做的事情就是破坏。对，宝雷哥，现在我们先前讨论到日本曾经出一本书叫做《模拟战争》，那时候大家讲说真的假的，想定竟然中国会优先打日本，现在看起来这个“模拟”两个字越来越清晰，变成是真实战争，先打日本。对，没有说为什么会这样讲。首先，第一哦，我们根据所谓川普的讲法，因为川普对于普丁、对于习近平这两个人，他说熟哦，没人敢有这个意见。为什么？因为他在讲说第一件事情，他说最近呢，是不是普丁跑去拜会习近平，对不对？因为他包括他又再度连任成功了嘛，选举连任成功。他们讲到底讨论了什么事情至关重要？结果现在连川普都在讲说，很有可能普丁跟习近平讨论到一件事情，就是制定一个联合计划，而这个计划他首要想定的军事标的，竟然就是台湾。那川普讲这句话，大家说，川普有时候讲话都随便乱讲，到底真的还假的？结果没有。因为是连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都出来认证这件事情，他在讲说什么？因为反正现在特别引述他的说法嘛，说很有可能现在中俄在所谓的军演当中，他们所进行的想定项目都是跟台湾有关的军演。换言之，现在俄罗斯是不是包括在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受到的美国在后方不断的援助，陷入一片焦土之中？而如今他非常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也就是如果在乌俄战争的时候是你美国在援助乌克兰，而我在未来的对台战争，我也有可能担任援助的那一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现在就中俄的2023的这个北部的联合军演，现在这个内容公布出来了。第一个跟你讲，他会封锁日本，他其实最关键什么？他其实俄罗斯就是要去封锁日本，让日本完全不能驰援台湾。对吧？跟你讲一个重点，他总共有两个部分。第一个，俄罗斯他能不能扮演一个关键角色来去所谓的封锁日本，也就是透过他的舰艇、透过他的舰队，把日本列为首要的目标。所以这过去我们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现实。再来第二件事情，因为他们包括美国的国防情报局局长克鲁斯呢，他在讲一件事情，他说不对，因为现在中俄之间协同作战的能力还不足以说真的可以
双边共同发兵，但他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宝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乌克兰可以在乌俄战争当中持续打这么久？后勤补给，对，他说很有可能未来的俄罗斯会担纲中国后勤补给的角色，进而说什么？进而来去掩护，因为他们最近发现有一件事情哦，从2021年开始，其实俄罗斯它最主要是什么？开始防空飞弹系统不断的去把这样的技术、把这样的经验、把这样的参数移转到中国去。你说宇轩这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因为以前大家讲，如果说中国要发动战争呢，它能不能撑到第2级，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因为当你一旦发动之后，请问一下，美国的洲际导弹、美国的长程导弹会不会立即的发动，甚至是有可能对你中国进行摧毁性的打击？但是现在如果有了俄罗斯的飞弹经验，甚至它的相关参数，甚至是中国很有可能挺到第2级。但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我们讲实物层次上，因为就在2023的联合军演当中呢，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你看一下他们在哪里？他们在日本海办军演呢，所以他们等于说，如果说不但在日本海办军演，而且这个中俄的联合军演模拟都是，如果日本加入战争，怎么样以日本为敌？对，没有错。你看这个图都在日本旁边。对，而且你看哦，宝杰哥，蓝色的东西呢，就是他想定的敌方。他说，哎呀，比如说日本跑来干扰我们啊，当我们在侵台的时候，日本绝对会驰援啊，日本绝对会出兵。而后面那2个箭头的地方是什么？就是美军。他把这些东西想定之后，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比起打台湾，我们更要干嘛？断其后，就是说让你没有后援的可能，让你没有援过的可能，我先从后方把你切断，切掉日本，攻打日本。对，所以第1集，各位，第1集搞不好不是台湾。他们如果真的要出兵打台湾的话，他们的想定里面，第1集搞不好先打日本，甚至他们凌厉到什么地步？包括他们的实弹出兵演练，最近在2023的中俄联合军演，甚至有靶船，直接把这个靶船用打歼灭的方式，甚至陆海空联合作战的方式，通通都想定。所以你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日本人一直在讲说日本无论如何都将会被卷入台湾这场战争？是我们先前跟大家介绍过三下玉桂的侵台战争。如今你看，从大陆的视角，日本绝对会是那个阻碍的眼中钉。好，等会我们再看这个视角就非常有趣。以前我们讲的视角是直起来的，他先把它倒立，倒立以后，这个地方是中国。我如果从中国来看台湾，跟台湾旁边是谁？它旁边的后援其实是宫古岛、石垣岛。这个与那国岛，这个都是连接。如果我今天我有宫古岛、石垣岛、这个与那国岛这些的话，我的资源只要不断的进来，这些不断的进来，第一个它可以成为我们空军、海军的后援基地；第二个是它也会变成我们的补给跳板。对，宝哥，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直线性的思考，有时候你想要往更快路径发展，你反而要转个弯。所以就中国而言，它第一个它必须要有第2级能耐，第二个它必须要有后勤补给，再来，所以对于它而言，先是阻断日本很有可能援助台湾，而且是美国透过日本援助台湾的这一条道路，所以你才会看到它包括所谓的部件、所有的工坊，通通想定中俄演练都不是在台湾哦。他们虽然说川普是不是说，对，要打台湾，对不对？结果你看他们想定点，地点全部都在哪里？日本，都在日本。所以你就知道，前一阵子我们是不是讲包括5月5号，甚至是5月7号，那时候日本连续拍了2张非常清晰中国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说不对啊，台湾都没反应了，日本人紧张成这样，紧张到这种地步要干嘛？现在你理解了。因为如果真的一旦东亚这边对台湾之间发生兵凶战危的处境，会有可能受到第1级的，搞不好不是台湾，而是日本会首当其冲。好，瑞德，我们刚才讲的三下玉桂写的那一本这个所谓攻台的书里面，台湾的大后方在哪里？台湾的大后方居然在与那国岛，这个后面居然是刚刚讲的是宫古岛、石垣岛，是台湾的后援基地，是台湾的大后方。刚刚讲到，今天就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美国驻日本的代表，他第一次跑到了这个所谓的与那国岛，跑到了与那国岛，他讲说这是美国驻日本的大使第一次到达这个地方，不但是第一次到达这个地方，他做什么？他是搭军机过去的。那么为什么中共要攻打台湾的话，为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所谓的政治口号啊？不是啊。今天日本大使，美国大使为什么到了这个与那国岛这些地方去啊？与那国岛，那么距离台湾大概110公里啊。那么从以前到现在，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深厚。本来有15000人，现在大概1500人而已。但是去年底的时候呢，台湾那时候的立法院长游锡堃还特别搭船直航到那个与那国岛去嘛。那与那国岛现在附近包括石垣岛5个岛。现在包括这些飞的基地，包括防空的，
包括反舰的，全部要设在这几个基地啊。有防空，有甚至于他们已经盖了避难所。你知道这个避难所盖得多么扎实吗？它因为预防这些炸弹会来丢，对不对？飞弹会来炸，所以呢，它的避难所都是30公分以上的钢筋水泥，而且呢，那么单单通讯、维生系统，包括水啦、电啦这些东西，全部可以自给自足，大概长达2个礼拜。不是盖一个，是把在5个岛里面，包括琉球，全部都盖啊。那你以为日本人疯了吗？如果要打的话，不是应该打台湾？那为什么他们会那么紧张？因为很简单。老共如果要攻打台湾的话，绝对不会放过琉球跟它周遭的石垣岛，还有与那国岛这些地方，他一定要拿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老共要攻打台湾的话，就是要打开，要扭断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所以他一定要拿下台湾跟周遭日本的这些岛。很多人大概不知道，那么老共最怕的是台独，但是老共却私底下在鼓吹这个流独。那么琉球独立运动的大本营设在哪里？设在中国的广西，甚至于包括琉球的这些鼓吹流独的这些流氓黑帮，还跟台湾的这种部分的这个所谓鼓吹统一的黑帮来往啊，你就知道为什么了。所以呢，这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与那国岛、石垣岛这些国家，它不是避难所而已。现在，那么它的飞弹反舰的跟防空的飞弹。包括12式的飞弹，包括战斧巡弋飞弹，现在都直接。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演习，到了美国都直接到了进驻这个等于说菲律宾的基地嘛。那现在日本直接跟你购买，直接跟美国购买战斧巡弋飞弹。我与其自己做，不如直接跟你买。然后呢，反舰飞弹呢，同样的道理，那会成为什么？宝杰，你想想看。台湾不是我们有400枚的鱼叉飞弹，熊2、熊3，还有熊3增程这些飞弹嘛？还有包括那么这些所谓的反舰跟防空飞弹，到时候我们可以跟日本的这些所谓的小岛变成一个犄角，所以呢要对同时对抗这个中共的它的航母舰队跟它的来自空中的这些威胁嘛。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也很紧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面比我们还紧张啊。那因为他们都已经过一个相关的包括那么相关的琉球啦这些疏散的训练，日本人知道，老共如果动的话呢，不会只动台湾，一定会连同日本一起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岛那么紧张的有关系。虽然这些岛的，包括琉球这些人呢，他们的某种程度上面很抗拒，但问题是时势所趋，为了日本、琉球还有这些与那国岛、石垣岛的未来不被老共拿走，那他们势在必行，一定要把飞弹部署在这个地方，因为只有跟台湾一样。每个拳头、每个刺猬、每个豪猪，大家都有的情况之下呢，老共才不会吞这一块嘛。另外就是我们在看到，原来在阿尔卑斯山，瑞士有一个非常小的城镇，小的城镇里面有一个小的旅馆，对，现在变成了中国、瑞士、美国3方叠对叠，就是一个大家觉得破烂的旅馆，破烂的旅馆以后被中国人买去了，被中国人买去之后。这个中国人居然被上铐了，上铐了以后带走。虽然后来没事，他回去了，对，可是逼着你必须要把这个旅馆给我卖掉。没错，实际上中国跟美国的斗争呢，在哪个地方？阿尔卑斯山，在瑞士山脚下也出现这样的状况。宝杰，这就是主角是这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什么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叫麦林根。那麦林根来说，它是一个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小镇，但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很多人会去，因为这是福尔摩斯。如果你看福尔摩斯侦探，他最矮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很多人会去这个地方玩。但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平常人也不多。但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王姓的家族呢，把它买下来。买下来的时候，当时呢，这个约莫100万美金左右，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买下来。那你想也没什么好奇怪了，就没想到美国非常紧张。宝杰，美国为什么非常紧张呢？买一个旧旅馆有什么好紧张？因为这个地方呢，他们这个地方有这个麦林根的这个空军基地在这个地方。那麦林根的空军基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空军基地这个位置，这是它里面的画面。他从这个房间看出去，他就可以看到麦林根空军基地，他可以看到飞机起降。对，那麦林根空军基地，你想没什么了不起啊，看这个飞机起降什么了不起？但是因为呢，2022年的时候，瑞士的公投他们通过一个说，因为我们这个战机呢，我们现在太老旧了，那我们买什么战机呢？我们买 F-35好不好？就他们就说 OK， 他们就买36架的 F-35。于是呢，美国准备在2028年之前全部交货，现在都开始在试飞或是交货，在飞看的这个状况。结果呢，因为这个旅馆靠近，你看这个旅馆在这边。
靠近麦林根基地的跑到这么近，这也太近了吧？对，导播我们看，哎，看近一点。对，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外观看起来很老旧的这个旅馆。对。然后呢，它的飞机跑道对就在这里，大概距离100码，所以他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也就是说，因为他看得非常清楚，那因为后来呢，瑞士就说，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停靠的这个麦林根基地，所以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宝姐，这个事情就来了。就是开始，美国就开始调查这个所谓的中国买家到底是怎么样。就后来就宝姐那就爆出越来越多这个王姓买家，你不单纯啊，《华尔街日报》就直接把它报道出来，报道什么呢？他就说你这个王姓买家的王爸爸，我们经营餐厅，经营一个旅馆，那我们给他们儿子，给我们儿子来这个经营。那么儿子呢就说，我们儿子是在瑞士供这个所谓饭店管理，对瑞士什么食衣住行都很在行这样一个状况。好，结果你知道。就后来呢，美国情报人员去了之后，发现到说你根本就没有，为什么？他看他什么？他看他说，我点一份这个瑞士的这个咖啡，我们那个是类似拿铁咖啡这样一个状况，就他发现到说你根本就不懂瑞士人的观念。为什么？瑞士人或者欧洲人，他们习惯都会把牛奶先加热之后再把咖啡倒进去，但是你给我的是冷牛奶。所以你一定是不是在瑞士生活的人？所以说，美国的情报单位还特别到这个旅馆，还去点餐的，点餐看你到底懂不懂。对，他说第一个你不会冲咖啡，第二个是你连蛋都不会煎。对，好，那再来就是说，好，那我们那你这个总是会做一些东西。他说没有，他都连蛋都不会打。那连蛋都不会打之后，他还怎么样呢？他还说他们的买这个早餐呢说，应该就是我们瑞士人都习惯，就是说我们自己做面包，瑞士很习惯嘛。就没想，他好像是来自超市的面包，所以他们就说你搞半天，你们根本就不是来这边经营旅馆的，而且他们买了100万美金买进来之后，他们还常常不在就常常空掉不说，你知道后来这样，后来还被他发现说，原本我们刚才不是看到1楼吗？1楼是原本的餐厅，是他还供给这个很多旅客来这边吃饭啊，来用的。后来他们还把餐厅关掉，所以就等于是说你这个1楼的餐厅关掉，然后你也没怎么在营运，那你到底买这个到做什么呢？所以后来宝姐知道，后来的美国就于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做了一件事，瑞士警方就跑到这个他们的旅馆之后。把他们王家夫人带走了，抓起来。对，带走就是说，因为你们违反我们瑞士的这个酒店业法，就是你们根本就不会做这些，而且你们有很多违规。就后来没多久，他们就被迫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卖掉之后呢，为什么卖掉？因为后来这个解密之后卖给了瑞士军方。那为什么卖给瑞士军方？为什么卖给瑞士军方？因为美国说，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所谓的安全的这个疑虑把它移除的时候，我们 F-35可能不会移交给你。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瑞士就只好把这个房子呢，硬是从中国买家之后交到我们瑞士军方的这个手上。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